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袁。床上一躺，黄金万两，拳头一挥，无比悲催。今天小袁就为大家介绍一下香港好色富商、大陆坐台小姐，还有世界散打冠军的狗血案件。故事发生在中国广东的东莞市。1995年6月29日清晨，当地凤岗镇的一个农户挑着酝酿了一个晚上的排泄物，准备给自家菜地补充下营养。在经过一座石桥后，他看到菜地小路上有一个编织袋，这个袋子里有很多鼓起来的东西，袋口呢也有一种快要被撑开的感觉。走近一看，结果却闻到了一股臭味。农户有一些老花眼，看着袋口里白花花的肉块，他心里随即就问候了一句：丢袋子的人，谁家又把死猪丢在我家菜园里？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当时凤岗镇流行养猪，但隔三差五就有人把猪给养死，病死的猪肉卖不掉也不好处理，有些贪省心的农户就会扔到菜地里。虽然老农有一些老花眼，但是作为养过猪的人来说，他发现袋子里的猪肉有一点奇怪，因为它的皮肤非常的细腻，跟粗糙的猪皮完全就不同。老农放下担子，拉开了袋口仔细查看，结果发现肉块上有一片人的胸毛，上面还有发臭的血水。我顶你个肺呀，这是人不是猪啊！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很快就来到了现场。老农的判断没错，这确实不是猪肉，而是一具被砍断四肢和头颅的男性躯干。祸不单行，就在不远处的另外一个菜地深处，警方也发现了两个大袋子，分别装着一具全裸女尸以及一个头颅还有四肢。周围村民议论纷纷，今天是不是阎王爷来到人间逛街，怎么一次性就带走了2条人命？确定是人肉后，当务之急是要确定死者身份。尸检结果表明，2位死者不像是普通务工人员。那具男尸虽然没有头颅和四肢，但是躯干上却有健美的那种肌肉线条，看来死者生前生活不错，有这时间还有闲钱去健身。而至于那具女尸，年纪大概在30几岁左右，面容一般，但是体态非常丰满，皮肤白皙，肌肉嫩滑，生前也绝非是体力劳动者。当时他身上也找不出被侵犯或者发生性交的痕迹。警方觉得有点奇怪，如果凶手是同一个人，那他为什么只肢解其中一个受害者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在于，这个男死者在当地比较有名，很容易被人辨认出来，而女死者应该不是当地人，所以就没有必要碎尸。不出所料，当拿着女死者的照片走访排查时，大家都表示不认识这个人。后来广东省公安厅就派了法医专家下来协助调查，而再次检查尸体时，他们发现女死者的2个大脚趾之间有一些形变，法医就认为这不是残疾或者死后失病造成的，而是因为死者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穿高跟鞋。表面上看，这个发现似乎没什么，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意义。案发当时是在20世纪90年代，而死者接近40岁，也就是说他的青春期是在60、70年代。而在1966年到1976年这个时间段，大陆的局势非常的微妙，敢在那个时候在大陆穿高跟鞋，那是要被抓去批斗游街的，因为他们认为高跟鞋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警方就猜测，这名女死者很可能不是大陆人，恰巧当时东莞为了发展经济，正在大力引进外资，有很多来做生意的港澳台企业家，甚至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女死者不普通的身份背景，让东莞警方采取了不普通的办案态度。第2天排查外地企业家时，警方发现塘厦镇有一个五金厂的老板突然失踪。这位老板名字叫做陈家恩，来自于香港，因为生意需要，经常在两地跑。常驻香港的陈太太就回忆说，丈夫失踪2天前的6月27号晚上7点，曾经开着桑塔纳轿车离开了厂，说是要到外面吃饭，晚上9点会赶来开会。不过当晚等了大半天都没有看到人影，但是自己以为丈夫是因为应酬喝多了，所以就一时没太在意。陈太太说，丈夫这个人非常的好色，在东莞、深圳、广州等地包养了很多情人。6月27号后半夜时，自己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电话中，丈夫非常的着急，有一种被人威胁的感觉。他说急需8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周转，还让自己立即带着现金送到深圳香格里拉酒店，交给一个黑皮肤的女子。而电话中，丈夫还再三嘱咐自己一定要按时交钱，千万不能拖延。挂断电话之后，陈太太是既气愤又着急，自己怎么就嫁给了这样一个男人？有事钟无艳，没事夏迎春。陈太太呢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很少和别人打交道，所以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呢，她也是有点不知所措。她急忙找到自己的父亲，父亲呢又找到一位生意上的合伙人，他就是陈洁文。陈洁文呢是香港人，10几岁时就下海经商，虽然只有30多岁，但是早就见过各种大风大浪。陈洁文就认为陈老板大概率是被人绑架了，至于是大陆人还是香港人作案，他也没法确定。而刚好当时香港就有一群专门绑架富人的团伙，所以陈洁文就认为很可能是他们干的。虽然事情很糟糕，不过呢，好在那一伙人只求财不害命。考虑到丈夫的人身安全，陈太就同意了陈洁文的建议，不要报警，直接用钱消灾。可是这样一来就有个问题，那由谁来带赎金和绑匪交涉呢？由于陈太胆小懦弱，陈家恩的岳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所以陈洁文就自告奋勇，带着80万赎金来到了深圳。6月28号下午，陈家司机阿豪就负责开车，带着陈洁文还有80万元现金赶到了约定地点。那果然没过多久之后，陈洁文就被一个黑皮肤的女人接走。而从这里开始，陈家人就和陈洁文完全失去了联系，80万元现金也不知所踪。司机阿豪认为是香港黑社会绑架杀人，所以吓得连工资也没要，就直接躲了起来。陈太太到东莞警局辨认后，确定袋子里的人就是丈夫陈家恩还有陈洁文。而到了这里，虽然警方成功确定了死者的身份，但是破案还是没有明显进展。因为陈家恩的社会关系非常的复杂，从香港到大陆经常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有人说陈家恩这个人非常的喜欢算计，得罪过很多人，也有人说他非常的好色，情人众多，长期包养的小姐就有好多个，他不能排除是死于情杀。而香港富商在大陆惨遭碎尸，这样的爆炸性事件曝光之后，立即就引起了港媒的高度关注。要知道，在当时正是大陆着力引进外资的时间节点。而为了抢到第一消息，一堆香港记者可以说是天天打电话给东莞警局，而案发地派出所也是从早到晚挤满了记者。而有些报社就刊文说，内地警察无能，这么大个警局就找不到一个干实事的人。从陈家司机阿豪口中，警方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当时他开车将陈洁文送到酒店时，曾经看到过那个收钱的黑皮肤女人。东莞警方就让香港警署出面，辗转多地，终于找到了司机阿豪。起初阿豪呢并不想掺杂到这件事情中，但是在警方反复劝说之下，他才配合了调查。他表示自己以前好像见过这个黑皮肤的女人，似乎是陈老板以前的一个情人，但是叫什么名字自己就不知道了。而被阿豪这么一说，警方就立即将调查重点放到了陈家恩的情人上。而遗憾的是，陈家恩的情人实在是太多，单单是长期包养的就有10几个，而其他跟他有过一夜情的小姐那更是不计其数。而最要命的是，这些情人和小姐的身份信息很多都是胡编乱造的，在短期之内根本就没有办法摸排清楚，所以到了这里，案件的调查就再次陷入了死胡同。而就在大家感到很失望时，法医那边又传来了新消息。陈洁文的尸体非常的完整，死因呢是机械性死亡，这本身呢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奇怪的地方在于，陈洁文呢是被重物击打头部，导致脑干严重受损才窒息死亡的。而这个重物呢不是棍棒之类的东西，反倒是像人类的拳头。而找到陈家恩的尸体头颅之后，他们发现他也是被人用拳头击中头部。打死女人也许不算什么，但是能够用拳头打死经常锻炼的陈家恩，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警方就认为，有这种拳脚功夫的绝对不是普通人，要么就是习武行家，要么就是职业杀手。后来和陈家恩关系很好的一个商人卢某就反映说，陈某有一个情人叫做邵苗苗，
1994年7月时，陈嘉恩曾经以每月6000元的价格包养他，还为他在深圳海利大厦租了一套房子，当时每个月的租金是6500块。但要知道，当时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几百块。而不过这几个月之后，陈嘉恩就发现赵苗苗居然背着他和其他男人偷偷交往，所以一气之下就赶走了他。司机阿豪就认出接走陈洁文的黑皮肤女人跟这个邵苗苗长得非常的相像。那关键的问题就来了，这个邵苗苗是谁呢？她现在人又在哪里呢？罗某说他只知道邵苗苗似乎是甘肃兰州人，在深圳的夜总会当过小姐，至于其他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后来邵苗苗所在公寓的保安透露，之前有一个男子经常过来找邵苗苗，保安说这个男人身体非常的强壮，经常穿着警服来找人。有一次在大半夜时，这名男子要上楼找人，趁着自己在深圳警校工作，一直不肯做探访登记。看到这家伙不听劝，自己就想用警棍吓他一下，谁知道刚举起警棍，这名男子就来了个飞腿，将警棍踢飞到10几米开外。保安回忆说，自己之前也练过武，所以就能看出这个人拳脚功夫还是不错的。而僵持不下之际，最后只能揉他进去。而保安还表示，这个人虽然喜欢动手，但是这个人呢还算不错。后来几次和他见面时，他还会主动递烟给自己。听说自己是武警退伍的，平时有喜欢练拳的习惯，他就让自己有空时到他那里给他的学员上课。不过后来一段时间呢，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那现在要说他是杀人犯，自己还是不太相信的。毕竟这么豪爽的一个大男人，身上又穿着警服，你说他是杀人犯，我是多少不太相信的。那从保安亭垃圾桶里，警方就找到了男子丢弃的名片，从而确定了他的真实身份。而看到这张名片时，警方大吃一惊，这人居然是乔立夫，当时大名鼎鼎的中国散打王。而根据资料，1964年乔立夫出生于山东，家里有个哥哥，后来随父母搬到了辽宁大连。他从10几岁时就开始练武，一入门就受到了教练的高度肯定。出师之后，多次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奖。周围人回忆，乔立夫之所以如此成功，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他的父亲呢，性格懦弱，加上腿部有残疾，导致他全家经常被人欺负。在乔立夫10岁时，他的母亲就因为受不了村霸的欺辱，上吊自杀。乔立夫发誓一定要苦练武功，再也不被人欺负。为了练习体力，他每天早上3点钟就会爬起来，到外面跑10公里锻炼体能。坚强的意志、刻苦的训练、固守的心态，给乔立夫的拳击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后来，广东省深圳警校就费尽了心思把他挖了过去做武术教练。而身高1.8米的乔立夫也说过，自己一拳就能打死一个人。虽然前锋彪悍，性格强势，但是他的人缘却非常的好，经常请同事们去吃饭喝酒，之后呢也全部是他买单。在深圳警校享受优厚待遇的同时，他还在外面开班收徒，经常门庭若市。乔立夫武馆在当时每月收入最高时，曾经来到10几万元人民币。在赚了一笔钱之后，他还花了100多万在深圳买了一块地皮。后来他有一个朋友的舞厅经常被小流氓骚扰，就找到他帮忙看场司。那作为回报，这位朋友呢就会按时给乔立夫30%的分成。那给人看场司这件事情还不算什么，而最离谱的是乔立夫后来的一些风流事。乔立夫这个人呢，他在深圳是有家室的，他的老婆26岁，美丽温柔，是一名肉师，2个人还养育着一个小女儿。不少人说有这么好的家庭，他还去养情人。而养情人就算了，那关键是这位情人在脸蛋、身材还有性格等各方面都比不上原配，但是呢却偏偏把乔立夫迷得晕头转向。在1995年4月时，邵苗苗就到隔壁夜总会拉客，结果被对方的女领班直接给轰了出来。而气不过的他就找到乔立夫，他说道，现在你女朋友被人欺负了，你是不是得做点什么？所以乔立夫就绑架了这个女领班，还把石头绑在她的腰上，骗她说这是炸弹，还要求她去银行取20万元现金，不然你就死无全尸。而取款时，这个女领班就偷偷报了警，所幸警方及时赶到，挫败了乔立夫的算盘。但由于从头到尾乔立夫都是遥控别人作案，所以才侥幸没有被关进监狱。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乔立夫直接被警校开除。他跟妻子大吵一架之后，直接就和情人邵苗苗逃到了甘肃兰州。而狡猾的乔立夫还让朋友以自己的名义从泰国致电深圳家人还有朋友，说自己已经逃到了国外，引导警方一路南下调查，而他自己和女友则是一路北上。可是对于习惯于大手笔花钱的这两个人来说，他们到兰州没待上几天，手中的现金已经所剩无几，所以邵苗苗就提议从金主陈家恩身上狠狠捞一笔。而在正式行动之前，两个人还合伙从甘肃一个老板司机手里抢了一辆面包车，然后开着它一路南下，成功解决了坐公共交通工具被发现的风险。按照计划，邵苗苗精心打扮了一番，然后把陈某引到了一个书房里。而正当陈某准备大干一场时，提前埋伏在屋里的乔立夫突然跳了出来。他把假结婚证放到了陈某面前，骗他说：“你强奸了我的妻子，你要么乖乖进监狱，要么就拿200万补偿我。”可陈某说自己马上能取出来的钱只有80万，所以这才有了前文中陈洁文带钱赎人的情节。而为了抓捕乔立夫，大陆的警方就精心挑选了8个人，都是身强力壮、身手灵活的刑警。而乔立夫的前同校警士也反复提醒他们，乔立夫这个人拳脚非常的厉害，一定要格外小心，万一被他踢中，很可能是要出人命的。而参与抓捕的警员也表示，那所幸当天乔立夫喝了酒，没能使出全部的实力，那不然真的有可能给他逃走。通过监听等手段，大陆警方就确定了邵苗苗的行踪。他被捕时身上携带有4万多元的港币以及3万多块的人民币。邵苗苗被捕之后一口咬定自己不是主谋，还把责任全部推给了乔立夫。根据资料，邵苗苗是甘肃兰州人，还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条件还算不错。凭借手中的中学文凭，在当时她完全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过上幸福的生活。不过她这个人从小就刁蛮野性，性格凶悍，而且贪吃懒做。中学毕业之后，她没有直接去找工作，反而经常出入色情场所，后来又南下到深圳做了坐台小姐。而正如俗话说的，床上一躺，黄金万两。而做小姐期间，争强好胜的她宁愿跟别人大战300回合，也不愿吃一点亏。为了钱，她做了陈家恩的情人；为了势，她找了乔立夫，期间还和其他男子保持着肉体关系。而另外一边的乔立夫被捕之后，他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实际上，乔立夫和陈家恩根本就无冤无仇，甚至根本就不认识。听到邵苗苗说女领班被欺负，乔立夫才帮忙教训她。而将陈家恩控制起来之后，邵苗苗就建议用他捞一笔赎金，然后躲起来。起初乔立夫呢是不太同意的，毕竟习武之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于是邵苗苗就说自己被陈老板包养期间被他多次虐待，经常在床上被要求做不想做的事情。不但如此，邵苗苗还说陈家恩这个人喜欢对未成年女孩下手，好多女孩年纪轻轻就被迫为他流产。而乔立夫听了之后就非常的生气，这才同意教训陈家恩。绑架陈家恩之后，邵苗苗就将送赎金的陈洁文带到了出租屋。而乔立夫看到既然已经拿到了钱，那事情到了这里估计就能结束了。那岂不料邵苗苗不顾陈老板的苦苦哀求，要求乔立夫把他给杀了。那无奈的乔立夫只能一拳打中陈老板的后脑，将他活活打死。可即使是这样，邵苗苗觉得还是不甘心，为了避免被警方发现，他就命令乔立夫等人将陈家恩的四肢还有头颅给砍下来，然后装进袋子里抛尸路边。而看到这一场景之后，带钱过来赎人的陈洁文直接就被吓晕了过去。再后来，邵苗苗就让乔立夫把陈洁文也杀了。起初乔立夫也是不太愿意，我们又不认识他，就没有必要把他也做了。那听完这话，邵苗苗就像吃了火药那样，他直接就冲着乔立夫大喊：“你是不是想进监狱待一辈子？”无奈之下，乔立夫只能按照命令照做，将陈洁文给活活打死。因为陈洁文没有来过大陆，所以这才有了个全尸。到了1995年11月24号，在案发将近半年之后，邵苗苗和乔立夫等4人就全部被大陆警方执行了枪决。对于邵苗苗来说，从她开始往床上躺下的那一刻开始，世界上的男人对她来说就已经相当于是提款机。如果没有及时将她抓捕入狱，那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陈家恩。而对于乔立夫来说，他眼中所谓的英雄救美、行侠仗义，实际上只是邵苗苗的借刀杀人。
他的拳头再硬，也始终无法掩盖他内心的自卑。他睡了他，而他睡了他，最后大家在地狱里一起长睡。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